然后就回来跟我爸，就老板说，就是其实我想当顾问，然后也有跟老师聊这样子。但我爸就说，如果你是老师讲的，那你不要回来。他说如果现在有工厂的第2代、第3代，他想要回来接班，那你会给他们什么样子的建议？给什么样的建议？对，你不一定要接班。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成。今天呢，这一集呢，又是制造新脉动，传承新启动。我们今天来到位于彰化秀水的维凯工业，大家有没有看到它这边有一个很漂亮的造景啊？因为毕竟在这种乡下的地方，对吧？我们很少会看到这么精致的工厂。那虽然说他们人数不是很多，但是他们个个都很能打，有很精良的设备。那本身2代接班者安宏呢，他也是在 FB 啊，在Twitter上面有经营自己的个人品牌，在上面呢有很多优质的文章创作。然后呢，听说他自己也有开线上课程，那我们赶快进去跟他认识一下啊，顺便了解一下他们家的工厂主要是从事什么样产品的制造，或者是提供什么样子的服务。走吧，来看一下，你看入内请脱鞋。表示他们里面呢，工厂一定非常的干净。哪里有选入内请脱鞋？这里啊，那里，自动门那边。对啊。好。搞不好里面厂房还有冷气呢，我们赶快进去看一下。好，Go。要脱鞋，要脱鞋。好。欢迎你们来。安宏。好，那今天呢，这是我们的主角安宏。那请问一下呢，我们公司啊，主要是从事什么样产品的制造，或者是我们提供什么样子的服务呢？我们公司维凯工业呢，主要是从帮客户中精密的塑胶零组件从0到1，从没有到有，一站式的代工服务，到设计、开模、制造一条龙帮他服务完成。那主要代工的领域是精密的香水喷头、医疗器材，然后还有隐形眼镜、字具、白板笔等等。是。对。哇，那这些都是比较工件的尺寸都比较小一点，所以相对都需要比较精密的加工服务这样子。对，应该说它都有互相的，除了外观件，就是一般我们塑胶可能外观件就是垃圾桶啊，就是比较大的，所以就垃圾头进去就好。但是喷头等等，它可能需要2、3个塑胶互相配合，或者是说白板笔，它有一些气密功能的要求，所以你的公差不能太大，不然它就会漏气。不可能我们组装完之后到消费者卖出去，它的拿出来，怎么没水了？这是代表它的气密做的不好。对。所以这边我们就听到一个关键啊，第一个，它有多种的材料，以及它的精度、它的气密性都有相对于要求，这也不是一般的塑胶射出的工厂有机会做到的。那我们等一下就来细细了解一下维凯这边呢他们的一些制造服务的细节，那以及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可能还有机会一窥一下他们的产线的样貌哦。没问题。好，那我们刚刚有聊到就是公司提供什么样的产品及服务嘛。那接下来我想要请问一下，那我们公司的客户啊，它主要的样貌是什么样子？我们目前有几个客户的样貌，就是前面讲的医疗器材嘛，隐形眼镜，然后还有喷头、唇膏等等。那大部分来说，其实我们是 B to B 在 to B 最后 to C 为主，所以我们等于说上面还有一层类似贸易商或者说组装厂，或者说研发设计，所以他们专精在于产品开发或者是市场调查。那我们帮他把这些调查的东西从图面设计到那个制造生产完成，就成为他们的后盾。所以简单来说，目前比较大块的是说，第一个就是医疗器材的研发设计商，然后第二个就是组装厂，那他们就是专精在组装。那他们可能包前面跟后面，那中间有一些塑料射出的零件，就需要我们去协助资源。那这部分是我们比较大众。那再来就是贸易商嘛，那出口外销的一些产品的话，那他们就会找台湾制造的厂商。对。原来我们的产品也是有机会外销到海外的。没错。请问一下，那我们后续找到新客户的方式，通常会依照什么样的途径呢？新客户其实大部分来说呢，还是口碑介绍比较多。口碑介绍，那口碑介绍可能就占了70%。那后续之外，就是有做官网 SEO 嘛。那陆陆续续的，就是有一些网络来搜寻台湾制造的厂商客户，就会来找到我们。
是，那基本上这就占掉了大部分。那所有的订单跟营运的话，我们尽量就以满足这些客户。那我们的品质做得好，那客户就会再介绍客户给我们这样。了解。其实跟我们公司也是蛮类似的，就是我们要陌生开发会比较困难，但是透过客户的引荐，然后再透过网络上面的一些行销，比如说像影片啊或文章，也可以为我们带来一些新的客户。没错。我觉得真是比较新一代的做法，我们不太会在依靠过去可能比较传统的开发客户的方式，我们会开始加入一些比较新的元素去获取新的客源。那我看到公司这边有取得 ISO 9001的认证，那可以聊一下，就当时是什么样子的时空背景去走这样子的认证吗？这问题问得很好说实在的，应该说是我回来之后，然后接班来知道说，有 ISO 认证，然后大部分的工厂你去。比如说开高速公路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工厂旁边就印个ISO 9000国际认证，对，然后就去搜寻一下这是什么东西。那后来就会发现说，当然我们大部分来说是口碑介绍嘛。一代也常常跟我说，就是我们不要是自己说自己好，我们要有别人说我们好，然后继而获取他人的信任。那 ISO 9000其实就有点像是第三方的认证，去说，你们公司有符合这样的流程规范，且每年都要去验证这件事情。那我就认为说，如果我们今天做网络行销，因为不是口碑介绍嘛，客户不知道我们的时候，他可能借由第三方认证，其实是一个最快的筛选方式。那包括有一些进出口外销，其实你要取得入门票，就是让他来询价，其实也是优先，他会先问说，那你有什么国际认证吗？就是 ISO 认证吗？所以就是觉得说这一条是。如果你要有去经营或者说继续前进的下一步，势必要做这一个规划。没错，对啊，因为其实有一些客户他们也才刚刚要导入这个9001的认证而已，但其实公司也是历史蛮悠久的，对吧？那我就觉得还蛮特别的。你们，因为就我知道，虽然说我知道我们的加工的技术很精良，但我们的员工人数好像不是特别多，但是却愿意先提前布局做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谢谢。再来，我想要请问一下，就是我们目前在智慧制造领域数位转型这一块有什么相关的布局？目前也是大概在2-3年前，那我们就是有透过政府的一些计划案，有看到智慧机上盒开始，我们就知道说，可以收集一些公司设备的一些架动然后还有生产良率等等，所以我们就有开始申请那一些计划，那慢慢的有包括机联网先开始，然后生产排程、ERP、仓储管理，一直到现在把这些系统陆陆续续整合起来。对，所以我们基本上陆陆续续的这些数位转型的建制都把它建制起来了。对，我觉得这个非常难能可贵因为通常以工厂来讲，自动化跟数位化这一块，通常先选自动化，都会先选自动化，对，比较少人就是两边都可以兼具。对，那我们今天看到威凯这边呢，它其实两边呢都有均衡的去发展，我觉得还蛮不错的，有点像是我们那个肉吃多也要吃一点菜来均衡一下。对，那我另外想要插个题，小问一下，因为刚刚有提到我们有去申请这个智慧机上盒的补助案嘛，所以说我们目前工厂这一块是有工厂登记的。有啊，当然是，因为我刚刚跟我们小编在聊的时候来到彰化这边，因为我也是彰化的，对，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彰化其实蛮多的农地工厂，对，因为我们现在四周就看到很多的农地嘛，对，那我觉得那你们有取得到正式的工厂登记，真的是还蛮难得的地方，对，因为我自己这边有蛮多的客户，他会想要就询问计划补助的事情，通常我计划我就先问到，你有工厂登记证吗？他说这个我们现在好像还没有取得，或者是我们还正在进行要转变成特登工厂、纳管工厂这一块，所以可能在这个部分他们就不一定有办法取得相关的补助。我觉得这个对他们来讲就有点可惜啊。但我觉得你们在这边做得非常好，因为我们先做给别人看嘛。虽然说我们是属于中小型的企业，但是我们在合乎规定这一块呢，我们并没有就是落后别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地方。对，就是毕竟如果我们二代想要接班，总不可能接那种。当然，我们应该说陆陆续续更好。我相信来找你的人也是希望说慢慢正规化，但所以永续经营的第一步一定是先合法合规啊。对，没错，非常令人赞赏的一个态度。谢谢。
好，那接下来也是要问一下，因为我们刚刚都在讲好的地方了，那现在就要问一下，就是你们在做这一类型的公司内部管理的改善，或者说比如说像智慧制造或数位转型啊，我们有机上盒的导入，我们有 ERP 的导入，那这个中间呢，你有没有遇到过一个让你比较印象深刻、比较困难的地方？一定会有啊，就比如说刚导入的时候，一定会想说，哇，这样子推过去的作业跟现在的作业一定不一样，那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声音啊？那包括对上，然后对团队的影响嘛？那就是说，那一代老板支不支持做这个提案啊？毕竟你要砸智慧制造，然后跟系统势必是几百万起跳的。那我们在这个推的过程，就是先搞定上面，就是这个过程一定会先说啊，那干嘛做这个？那原本不是好好的。那原本预期是这样嘛，但我们就是沟通之后，第一个是说，就是老板他的期待是什么？就是既然二代要接班，那能不能让他尽快的退休啊，或者说不用退休，那至少可能少管一些事情，或者说更轻松一点。对，那做转型第一步，我们就说，比如说我们导会的机上了，你过去可能要去巡现场啊，知道那些参数啊，现在可能坐办公室，你就可以知道说场内状况啊，甚至说你今天如果出去，因为他们喜欢爬山嘛，那你今天出去爬山的话，那你如果真的想要掌握这种状况，你看一下手机也知道说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那就有先让他们知道，有这个的优势。那再来对内部的话，也是先抓几个就是核心的关于在做排程的，一定是生管，对嘛？生管，然后跟可能马上推入的几个人，先问他们说，那这样做这件事情，你们有什么想法？那他们就是可能一开始觉得说，那这个要变很多吗？怎么变？操作会不会不顺？那这样知道说他们的痛点是什么的时候，再去跟系统商讨论说，那这样子的过程中，因为他们习惯用 Excel 嘛，或者说纸本嘛，就类似 Excel 的界面比较直觉一点，可能一样，他们 Excel key 哪一些栏位，然后怎么按送出 Enter 键等等的，是不是能够尽可能接近？那系统常会说 OK 或者没问题，因为相信就像工厂医生一样，你们也是说，大部分标准品7、8可能一样，但是因应各个管理的需求，是不是3、4成就会改变？就类似找到你们这样子的厂商，就可以协助我们去做那些些微的客制化，那让这个导入的过程的这个痛去减少一点。所以这些收集完内部需求之外，那我们就开始跟他确认说，那我这样子做了，那先磕一个小的，让你觉得说测试看看。那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迭代，然后去达到就是说进一步的推。所以我也不是说前面讲的 ERP、WMS， 然后 IoT 一次推，而是分阶段说，可能先现场的制造管理，然后再觉得不错之后，再一块一块慢慢切进来。这一定要循序渐进的。对，一开始如果大刀阔斧的话，我想我们现场人员一定也会承受不住。对，而且老板这边呢，他可能心里也会承受不住你一下子回来，然后就要动这么多东西，花这么多钱，到底效益在哪边？我觉得这应该是最多第一代老板会提出对我们2代的一些质疑啦。对，但我们就是反正关关难过关关过这样子。没错。再来呢，就是因为我看到我们白板上面这边有写到 ESG 永续发展这一块的部分，那我想要聊一下，那目前微凯在 ESG 这一块的布局或者是展望会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当初认为说ESG 这件事情应该也是在2、3年前做的，就是企业要永续经营，然后就是第一个就是市场趋势嘛，然后再来就是说整个团队的状况，然后再来就是政策的趋势。那发现说那个时候只要有接触过那个政府计划，就会知道说，政府可能哪一些项目会加分，就会知道说，政策往 ESG 走。那其实长期整个环境，我们也希望说，永续经营也是要对地球有一个良好的回馈，或者说在所有的制程上会有一个不错的效应。那大家谈永续经营、近零碳排，就是要去盘点说你的组织，然后产品的碳盘查。所以那时候在计划过程，就是先把所有的组织碳盘查全部把它盘起来，然后我们自己也跟同仁去塑料中心进修那个碳盘查管理嘛，然后跟产品怎么样做盘查。那把所有的公司的组织盘完之后，就会发现说，电力其实是吃我们比较重的，因为我们不是一般的射出机油压的比较多，我们是采用全电式的，所以污染相对比较低。那同时我们自己厂内也有无尘室，也就是说这一些的
东西盘点起来之后，发现说，其实我们对客户有一个优势是说，我们其实吃店比较多，没有什么有污的排放啊，或者说空污等等的问题是比较小，尤其我们东西比较小、比较精密，所以使用的塑胶用量也会比较低。那包括这是整个政策端的做盘查嘛，那包括原材料等等的，我们也有做过树薯粉，就是这些可以埋在土里面，然后可分解，对，可以被分解的，就是这些原料材质。那这个客户也是销日本啊、欧洲等等的那一些大品牌的一些使用，所以这个也是原料上。最后一个就是技术上、制程上的，我们就是有研究。过去都是冷胶道居多，就是你生产出来会有塑胶废料的，像鸡蛋糕就充填之后，就是直接模型压上去，就是直接那个鸡蛋糕嘛，除非它是压过多，所以旁边鸡蛋糕旁边会有压出来，那个可能就是我们说的废料这样子。那热胶道其实就是这个原理，就是它可以直接灌出来你要的东西，而不是还有那个出来的东西，所以我们就也研究热胶道的生产，所以现在很多像外销美国护唇膏的产品，其实都是用热胶道去生产，就可以减少掉那一些废料的产生。对，所以以上就是其实我们3个比较大去做这件事情的项目，就是我们先做碳盘查，然后找出我们的排碳的热点在哪边，从这边告诉我们的客户说，其实我们已经渐渐的从可能传统的技术变成是比较进阶的生产技术，而且这样的技术呢是可以减少对于环境的一些污染的状况，并且去达到永续发展的一些需求。没错。而且我刚刚也有听到，就是带着你们的工作同仁一起去塑胶中心上课，我觉得这个部分也蛮不错，因为说真的，我觉得很多的企业这一点其实可以跟安宏多学习一下。有老板直接起头，然后带队，我们直接去上培训，我觉得这一件事情呢是很好的，因为毕竟有时候我自己觉得这需要上课是老板本人，对吧？如果他自己没有跟着去，只有派员工去，他可能就是对于今天到底要怎么样去进阶，或是精进，或是自己欠缺什么东西，他其实没有那么理解。因为如果等公司去上课完回来，然后再问他说，今天上了什么东西？大家可能没有在同一个频率上面，然后可能同仁也很难去表达今天学到的东西是什么。但如果大家一起去上，然后一起吸收一些新的知识，那有助于提高整个公司的人员的水平，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没错。好，OK， 那我们现在呢进入到2代接班辛酸血泪史的环节了。那我们首先先来请教一下安宏，你过去在高中、大学是学什么样的专业知识的背景？然后是因为什么样子的情况之下，或是什么机缘巧合之下，回来承接家里的事业这样子？好。我自己高中、大学，应该说国中升高中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就考完试，其实说真的也没有比较明确的方向，所以算是被做局这样子，被做局去上那个机械制图课这样子。然后我们说好就填，然后填了就上了，然后就其实画图就是默默也学3年，就是把画图的技术把它学起来这样。那高中升大学，大学就读工业工程，其实也是相关的，但是就是从比较技术转为管理的，所以面对工厂的一些管理的运营怎么做这样，就是工业工程主要在学的。那我自己的历程是这样，那到底怎么会接班？是因为那个时候大学要面对要出社会就大4嘛，当兵之前就会开始真的开始紧张了，就是那之后到底要干嘛？其实那个时候也没有马上觉得说就要接班或是不接班，因为接班本来就是一种选择嘛，不是说必要。但那个时候就去问了我的比较好的教授，那个时候其实是也想做顾问类，那教授就跟他面谈之后1对1，然后还要坐在前面说你想当顾问，那你都没有实战的经验，别人为什么要请你？沉默了一下，这样子，为什么要请我？但他也没有让我想太久。他说：“你家不是有工厂吗？那你家有工厂的话，你想当顾问，那你把你自己的工厂弄起来的话，那是不是管好这样子？对啊，比较有说服力，或者说才会有一个战功嘛？你让你家就是最好的练功场这样子。”那个时候也思考一下之后，然后就回来跟我爸，就老板说：“就是其实我想当顾问，然后也有跟老师聊这样子。”我老师就也建议我说，先在家里面练，看看能不能做起来。但我爸就说，如果你是老师讲的，那你不要回来。他说你先去当兵，当完想一下再跟我说。
但他的意思当然就是说，就有点可能听老师讲，然后自己也没有想清楚这样。但是当我们想一想之后，就觉得说，第一个就是说，当初自己的求学背景就基本上就是工业工程，还有就是机械设计嘛。那再来就是说，自己学习过程跟擅长的领域，发现说在管理上面，其实当然就是有兴趣，不然怎么会想要当顾问？尤其最快，当初会觉得说会被讲说啊，你就是靠家里什么之类，后来就觉得说，其实也不是，就是。那你既然有这个资源，你为什么不去善用，而要去把它特意的做切割？没错，对，所以后来就决定说，好，既然就是有，当然能够撑过去，跟我们能够把握，那也算是我的机会。那我就想清楚之后，就跟我妈说，好，那我确定就是要做这件事情。所以第一个是自己想过，然后第二个说真的，从小也是在工厂长大嘛，就也会看说爸妈打拼这样子，所以也会尽一点，觉得是孝心嘛。那当然还是从自己出发，然后其次是因为。我爸妈也跟我们讲过说，其实你做到最后，其实就是社会责任嘛。就虽然我们公司小人可能十几个，但是这些人可能也是就是这样一直打拼起来的。所以，如果你能让他永续经营，那他们势必也就是能够跟着，就是假设你成长得更好，那可能就会过得更好这样。对，所以就是这两个点就决定说好，那就是出来看接班这样。对，安宏的爸爸，我觉得也很有个性哦，对啊，因为他觉得说，如果你不是打从心底认同，想要回来去帮助家业的话，那你不要回来哦。我觉得可以讲出这句话真的蛮不简单的，因为有很多就是工厂第一代，其实他都很希望，他都巴不得儿子赶快回来接班什么的。对，但是我觉得他在这一块，从第一步在你心态上面的认同感，我觉得他有给你一个很大的启蒙，因为他触发你，让你去思考对家里这个事业的认同感，而不是因为说老师这样讲，那你就照着做。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地方。对，因为遇到挫折的时候，你不会说啊，当初其实是好像是老师讲，或者说爸爸自己说，就是事实也是就我们自己选择的这样。对，我们自己做的选择要自己勇敢承担。对，然后在这个当顾问前的这个第一个暗场，我们先把它做得漂亮起来，那出去呢就会有更多的说服力，因为毕竟产业 know how 这种东西真的不是3天2头或是1年2年练得出来的，对吧？我们也许说练这个相关的公共的科系，但是我们是不是有足够的产业 know how 去支撑我们的理想？这个可能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经过一个实际暗场的演练，可以让我们未来想要走的路会更加的比较坚定一点。没错。好，那接下来呢，就会想要跟你请教一下，因为我也知道我们从接班这条路上。要开始走的时候，一定会遇到重重的困难啊，因为里面其实有很多长辈可能是从小看着你长大的，那这中间你有没有遇到在接班上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如果排除说我们自己，当然还是会迷惘之外，因为毕竟大家说传统夕阳产业嘛，对，那。夕阳产业之外，就是包括你说的，我们就要思考说，那到底怎么样去做转型跟持续的前进嘛？但模具还是工业之母，所以势必所有的产出其实是还是需要是这些制造业来做。那再比较大的困难就是你说，过去可能一些老城或也不是说老城了，就是跟一代共同打拼的嘛。那就有遇到说，我们慢慢的从家长式管理，就是我们可能一代都很熟所有的产线，那我们进来之后也被要求说，我们每一个产线都要知道，所以我们都会去了解说一线的状况是什么。但我们要从一线跳脱，慢慢的去扩营业额或是扩团队的时候，势必要从这些人质的管理，就是传达式的管理，变成管理制度嘛，章法那一些都要把它列出来。对，没错。那甚至说切割班子，就是从过去的加班变成2班，或者说轮班等等。那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有一些因为改革，然后就离开。应该说我没有遇到就是你直接冲突啊，就是说改革的时候就离开这样。但离开之后，当然势必就是会有一个阵痛期，但势必是因为我们自己会能够补位，但长期来说还是要以管理为主嘛。但就在今年，因为我们持续还是要扩大，其实我也有回去找，就是师傅跟应该打拼的，那顺利跟他谈之外，了解他，他出去后去看了什么，然后发生了什么事，以及坐下来说，当初为什么选择离开，而不是先沟通？他觉得说，你扩充少那么多人，那会不会就让他的就是重要性可能相对就会下降这样子？但后来就讲开了之后，他现在其实也回来，
就是再回来跟我们一起打拼。太好了，对对对，所以这也是一个虽然有阵痛期，但是也是一个还不错的结尾。就目前也是刚好今年回来一起打拼这样。是，我觉得这个很棒，因为这个算是目前看到最欢乐的结局啦。因为我觉得很少看到第二代能够去找已经离开的老师傅去跟他沟通，去询问他当时候离开的心境是什么，并且还有办法再度的邀请他回来加入我们的团队。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能可贵。虽然说阿龙非常年轻，但是我觉得他有展现出这个大将之风。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本人不是足够谦虚，而且是非常爱惜人才的话，你不可能会去找这个师傅重新去了解他当初离开的原因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地方。谢谢，也很开心，也很期待能够看到维凯的团队越来越壮大。感谢，收下。好，那因为你自己应该还是会有一些心境的变化。虽然说，刚刚你前面有提到，因为一开始你的第一代父亲这边，他也是所有的产线、所有的细节他都会了解。那当然，你一开始也是会这样被要求去理解所有的细节内容。那就你的管理模式来讲，从一开始在接触家业，然后到你整个去正式接班，这中间有没有经历什么样的心理情境的变化，或者是说在你的管理模式上面来讲，有没有经过什么样比较大的转变？其实前面有讲到，但是并不完全，因为一开始说真的，刚进来的时候也会觉得说，一定要学技术吗？那我能不能请一个就是专业经理人就好，或者说就是其实请师傅这样就好了。但后来就是老板打枪嘛，那所以就先听他的，那全部都先了解，所以就回到说熟悉产线。但熟悉产线又回到说，当你不懂的时候，确实有道理。当你不懂的时候，你不可能你去做这些管理。那第一个，那些老师傅为什么要听你的？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你凭什么？就像空降部队一样，那你不熟悉我的产线，对，怎么样去管理？因为后来发现说，其实是因为虽然都是做，假设都是做塑胶模具、塑胶色素，但每个人要求的工法还是有一些细微的差异。当你不懂那些细微的差异的时候，你很难去管理到现场。所以后来就发现说，我们会外包，我们也会自制。那外包也可以把它当成说，第一代可能什么都会，但现在外包给团队嘛，就是我们场内的团队。那我们现在的原则就是，我们只外包我们看得懂的东西，但我们可能因为产能不足，或者说，我们想要培养更多的团队的时候会这样做。那这样的管理方式就是改成说，我们可能过去每一个细节都要去掌握，到变成说我们就是授权嘛，那我们把外包给团队，就是授权给他们，我们做最后的结果的掌控，然后跟类似外包给外面，那我们就是做你交付我成果，你 OK， 那我们就验收，那我们就是付款，就类似这样的状况。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呢，其实我们就是这样的转变，就是心境就是说，要到底怎么拿捏，说这中间过程都看不到，那会不会紧张？会不会给我的结果是错的？那我整个要重来。但其实很多时候，你团队要变大，或者说你要培养外面的团队，其实就是还是要目前我认为想法还是只能透过事务法。当然前面的一些沟通跟价值观一定要正确，那正确之后就只能做一些小步的尝试，那直到就是成长。那这个过程其实也不只是团队成长，我们自己也在学习，就是说到底怎么样定出一个更好的方向跟配合合作模式，也不是一次到位，就是到现在我们也是持续在随着遇到的事情不断的优化，不断的改良。了解所以我们可能原本一开始所有事情都要自己掌控，觉得自己弄，然后到慢慢的逐步的授权出去，再来就是我们透过沟通以及事务的方式去小范围慢慢的去测试了解说，哪个环节是我真的可以交给信任的伙伴，然后去帮忙完成这些事情，然后逐步的去慢慢的扩充自己的团队，这样子，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棒，是一个非常稳扎稳打的策略，但是又不会说第一个也不会太过于保守，再来就是还是有保有着自己一个速度，持续的前进这样子。OK， 好，那最后呢，到最后我们就要想问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应该会有很多的制造业的2、3代来收看。那想要跟你请教一下，如果现在有工厂的第2代、第3代，他想要回来接班，那你会给他们什么样子的建议？给什么样的建议？对，你不一定要接班。应该说你要先想清楚就是当然前面这个说你想要接班，但我觉得还是说，第一个你还是要确认说，回到一开始就是说你的意愿到底有没有想要做，那你为什么而做？当你清楚之后，你才会执行到下一步，说你在接班的心态先有了，那方法
就是再去找，那就是其次。所以给的建议当然就是说，你心态要先确认好自己接班的动机是什么。今天不管就算是很肤浅的所谓接班就是可以赚钱，或者说像我就是有一个发挥的场域，就是说终极目标是当顾问的话，那我在这过程我要去累积什么，就以终为始，你要先清楚。那你建立好正确的心态之后，再去找你适合的方法嘛，就是我们说的日本的生之意义嘛，你到底喜欢什么，然后你的热情是什么，那这件事情是不是对世界有帮助的？那你清楚这个，然后跟结合你们家公司的事业，到底能不能合起来，成为最终你可能可以持续走下去的道路。那包括我每年或者说每季也会复盘说，到底这个是不是符合？因为就像是前阵子听 Parker 说到，其实这像是一个动态的平衡，不管包括工作、接班生活。然后跟其他的事情都是动态的平衡，它像滑雪一样，不是那种你找到平衡就平衡，而是你要在滑雪的过程中不断的去寻找，因为地形或者说现在关税等等政策，那你要怎么样去做一个平衡转换，它持续在变的，所以这个选择就其实跟创业一样，甚至我觉得也比创业还难，因为创业可能可以自己决定，但你接班你可能还要一代、老成等等的，然后包括你没办法选择的产业，除非你说你的接班是被内部创业在投资，那你可以自己当老板，那当然就另当别论。所以这样子的盘点下来，其实最重要还是你的心态是怎么样设定你的心态，然后再来就是最终的目标是什么，要自己清楚。对，就是我给要接班2、3代的建议。哇，很棒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法。就像刚刚安宏前面提到，其实接班是一个选择，所以你不一定要选择接班，但如果你真的要接的话，你要打从你的心里去认同这个家业、这个产业，对，不然你可能回来之后，你会沦落成变成说都是家人叫我接班啊，都是老师叫我接班啊，我一开始根本没有这样想，我想干嘛干嘛干嘛，对，我们避免这样子后面的悲剧发生，我们先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好，你真的打从心里认同这个家业、这个产业，那我们再来去找后续接班的方法。对，那我们今天很开心的可以邀请到安宏来跟我们分享除了公司在威凯这边我们提供什么样优质的服务，那还有他个人在接班这条路上的一些心路历程。那很开心他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些内容。那最后呢，我们帮他小小的工商一下，因为我其实一开始是在 FB 上面我认识到他，那其实也是过了好一段时间才见过第一次面，今天其实也是第2次见面而已，对。但是我知道他其实在网络上这边呢有很多优质创作的文章，不管在 FB 啊，在推上面，我这边都有在关注你的文章，对。那后续我们就请小编帮我们把安宏的 FB 跟推文放在底下这边。谢谢。那我也知道你自己有你的个人网站，然后你好像也有就是做一些线上课程的部分，那你这边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应该说其实也不算线上课程，还不敢当线上课程，应该说就是把这些就自己写的网站就是2代学嘛，就是不管是2代学什么，因为我觉得就是持续以学习者的角度，那跟大家分享就是在接班的过程，因为当初其实说真的在接班的时候，也会去先找说就是2代接班的资源是什么？那一直到后面才陆陆续续政府啊，或者说第三方单位陆陆续续有，但一直到规模可能就是要几十亿之类的之类的，但就像我们这种比较小微企业的，我是比较没有找到，所以我就自己就记录这一些可能在接班，包括前面访谈的过程，自己怎么样做决策，然后写在网站上。那之前就是因为被受邀，那去录制，可能我们自己在接班，就前面讲到你要先有心态，然后再来你要怎么样跟1代建立信任，然后跟团队授权，才会有把这些东西慢慢整理起来，然后去做分享这样子。那因为我觉得说那一个为什么会把它设立成，其实应该我记得我放500还700、799，单纯只是因为觉得包括像你们顾问，其实在做顾问辅导或者咨询的时候，当你付费的时候，你才会更有底气说，我至少我付费，我可以勇敢的去问你。对，那而不是说免费这次问，下次上次问过一次，下次再问可能不好意思。那当然我们很开放，所以你随时有问题，我们当然还是会回复。但是如果你付费之后，我们就可能更敢的去做更深入的交流，甚至我们可能会去关心说，那你现在的状况怎么样？所以针对那一块才会有设立一个付费的简单的影片回放这样子。那其他所有的部落格啊，或者说你刚刚前面讲的 FB 啊、Threads 上面的发文，基本上都是免费，就是让大家看，就是分享自己记录的一些心得而已。对，没错。我觉得这个内容呢，其实真的都非常优质的。稍微付一点点钱，我们获得到更多一些互动，然后甚至是我们还可以得到
安宏老师在这边主动的关心哦，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超值的选择。那如果我们收看影片的朋友呢，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或是你想要更了解安宏的话呢，欢迎去追踪他的 FB 跟 Threads， 或者是去了解他的个人网站里面的内容哦。好，那我们今天这一集知道新脉动的内容呢，就先到这边。那如果对于今天的内容你有喜欢的话呢，请帮我们按赞，还有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谢谢，拜拜，拜拜。大家好，那今天呢，这是我们的主角安宏。那我们等一下就会跟他